紐倫堡的地鐵站分城牆，你有看過這麼漂亮的地鐵站嗎？今天我們來 Ingolstadt Outlet。今天的行程是從慕尼黑租車後，直接前往 Outlet Ingolstadt Village， 然後再前往紐倫堡。出發前先來吃早餐，慕尼黑這家 Vivaldi 飯店一天含早餐約175歐。餐廳的氣氛不錯，還能邊吃邊看街景。早餐有咖啡、牛奶、麥片，也有麵包、鬆餅、水果跟沙拉。熱食包含炒蛋、培根、香腸、薯餅等等選擇很多。那無論你是想慢慢喝咖啡放鬆，還是想快點吃完趕行程，都能在這裡找到屬於自己的節奏。吃完早餐 check out 後，準備來去隔壁的 Eurocar 租車。飯店對面停車場就是取車的地方，然後順着飯店走大約100公尺就是租車中心。還車的地方則在隔壁的地下室。那本來網絡預訂賓士、西良百貨同級車，結果到現場變奧迪，還得要加價。然後拿到車以後，快速檢視外觀，一發動車子，螢幕上竟然有警示符號。而且一直嗶嗶警告所以只好又扛着行李回租車中心。結果他們換了一輛2025出廠的奧迪 A6 Avant 新車，只跑了63公里。哇，這台真的很高檔。副駕這邊就有一個大螢幕，然後主駕這邊有一個超大螢幕，然後呢還有全景天窗，非常豪華的一台車。還有抬頭顯示器4驅恆溫空調。總之最後拿到的是超值豪華新車。接下來前往 Outlet Ingolstadt Village， 沿路經過 BMW 的總部。然後德國高速公路其實和台灣的差不多，超車只能從左側，完成後馬上要切回到原來的車道。很多人以為德國高速公路不限速其實不是這樣，速限會依路段而不同。有些是100，有些是120。那真正無限速只會在部分路段出現，並不是一路暢快到底。你的感受到現在是130幾公里？有哦。真的嗎？這個其實就是要左轉的意思，就繞一圈這樣，圓環這樣一圈。慕尼黑開車出發，大約70分鐘就可以抵達 Outlet。Ingolstadt 不是德國最大的 Outlet但是精品及奢華品牌的集中度算是很高。抵達後第一件事就是大門左手邊的遊客中心索取購物地圖跟折扣券。在同一家店單日消費滿50歐元就能夠辦理退稅。今天我們來 Ingolstadt Outlet， 走進購物村就像走進歐洲小鎮，建築的顏色柔和。一進來哇，覺得他們這邊環境很好，可能因為人不多的關係。然後另外園區有露天咖啡座跟小餐館，逛累了可以坐下來喝杯咖啡，吃個甜點。這裡的餐飲選擇不少有德國傳統料理、意式餐廳、亞洲餐廳，再加上冰淇淋店、甜點店，基本上從正餐到下午茶都能搞定。我們午餐選擇一家結合法式與東方風情的印度支那餐廳，中文菜單搭配圖片點餐完全沒障礙。像這個炸春卷是一份是8.9歐。越南，這是越南牛肉米線，是牛肉，有點像宮保牛肉還有這個是越式的炸春卷，這道真的很好吃，越南牛肉河粉。如果來這邊有來 Outlet 的話，想念亞洲菜的話，可以來這邊，蠻道地的。街道是開放式的，邊走邊逛還蠻舒服的。那園區裡面大概有110家品牌店有名牌店像 Gucci、Belly、Balenciaga、Burberry、Boss，
Versace 等等。那也有大眾化的品牌哦，還有運動用品、生活家居用品，種類非常齊全。如果是台灣有的品牌，退稅後大約是台灣的3到7折，要看種類。希望3月有色櫃了。然後這一家超級大的 Burberry。We could rent a room and watch the stars dance round the moon. Fall asleep to the sounds of the sea. With you right by my side, it's such a sweet life. Escape this town with me. Escape this town. 超级好看的，339歐。这件也是好看的不得了。在3.8公里就到纽倫堡。德國其實還是一個很綠意的國家。現在正式進入紐倫堡市區。從 Ingolstadt 前往紐倫堡大概70分鐘車程。一進到紐倫堡，右邊是一棟現代化建築，再往前開，左邊是美麗的中世紀建築，古典跟現代建築交織在一起，呈現出紐倫堡獨特的風貌。紐倫堡曾經是神聖羅馬帝國的一個中心，它擁有完整的城牆、壯觀的城堡，也保留了許多中世紀的街道跟建築。我們今天住的是這一家紐倫堡的維多利亞酒店。這家飯店本身就是一棟歷史建築，它位置就在城牆的旁邊，在行人徒步區內哦。這是紐倫堡的地鐵。那飯店地點相當的方便哦，從飯店穿過城牆大門走到中央車站只要5分鐘。這是飯店櫃檯。Check in 後，櫃檯就會給你代幣，引導你從飯店旁的小路將車開進停車場。現在從飯店要去取車，走到這邊來。房間前面有一個超大的交誼廳，是2個房間共用。如果你一次訂2個房間，這個交誼廳就包了。進門以後，這邊有一個衣櫥，這邊是讓你放行李箱的浴室。中規中矩，這邊是2張單人床。好，這邊是櫃子，還有保險箱。然後裡面的酒跟小點心都是要錢的，冰箱也是，裡面的東西全部都是要錢的。來看一下它的陽台，哇，我覺得陽台比房間還要大。然後下面就是一個廣場，這地點非常的好。這家不錯。接下來我們從飯店要走路到紐倫堡城堡，走路1.3公里，然後地圖顯示大概要20分鐘左右。從中央車站延伸過來的國王大街是遊客進入老城最常走的路，這裡是交通核心，也是繁華的商業區。街上有各種百貨、時尚品牌。還有餐廳、冰淇淋店跟咖啡館，跟慕尼黑相比，我覺得這裡多了一分悠閒跟寧靜。前方就是聖羅倫斯教堂，這邊就是紐倫堡的老城區聖羅倫斯教堂。這一區最著名的當然是聖羅倫斯教堂，它是一座雄偉的哥德式教堂，2座高聳的哥德式塔樓非常吸睛。然後正中央的巨大玫瑰窗宛如石雕花朵般盛開。站在教堂前，完全能感受到濃濃的中世紀氛圍與藝術氣息。此外，聖羅倫斯教堂前的卡羅琳娜大街，它也是購物與商業最集中的區域。這裡有一家穆勒，然後旁邊就是 DM，3家藥妝店都在100公尺內匯齊了。
所以呢，要逛藥妝店可以來這裡。就是博物館橋。哦，講，我們來拍最有名的，這就是肉橋。來到博物館橋，往西望去，就能看到400多年歷史的肉橋，它是紐倫堡最具代表性的古橋。然後另一側也是博物館橋的經典景觀，聖靈醫院的木構塔樓展現了典雅的巴伐利亞風情。左側牆面的文字提醒了遊客，這裡曾是照顧病患跟窮人的慈善機構，如今卻成為迷人的城市景觀。當建築歷史、光影和旅人在同一刻相遇了，很讓人感動。過了博物館橋，順着石板路往前走，就會來到中央市集廣場。這裡是最著名的紐倫堡聖誕市集舉辦地。這邊就是紐倫堡的中央市集。然後我身後這個是聖母教堂。然後這個就是美泉。美泉建造於14世紀末，是一座華麗的哥德式尖塔噴泉。噴泉上裝飾了40尊雕像，分4層排列，是中世紀紐倫堡工藝的巔峰。最著名的就是欄杆上的幸運金環，聽說轉動它就可以帶來好運跟幸福。那金環有2個，一個是金色的，個子小的也摸得到。大家好像都摸這個的話，應該個子比較小的才摸得到。這個是金色的，那個好高哎，像我這種矮子大概不行。另外一個是黑色的哦，聽說找到金環並轉動它，願望很快就會實現哦。在市政廳旁邊的就是聖塞巴爾德教堂，教堂正面有2座高聳的塔樓，是紐倫堡的天際線標誌之一。然後厚重的石牆跟高聳的雙塔，很像是默默守護着紐倫堡的巨人。接下來往紐倫堡城堡方向走，就是一條緩上坡的石板路。石板路雖然不平整哦，但走起來卻很有味道。再加上兩邊的老房子看起來很有年代感，瞬間有走入中世紀場景的感覺。一回頭就能看到教堂的尖塔，特別有畫面。城堡前的一段路坡度比較陡，越往上走就越有走進歷史的感覺。皇帝行宮就要到了，這裡就是紐倫堡城堡，是整個城市最重要的地標。然後城堡大門前可以俯瞰紐倫堡舊城的屋頂與街道，整個風景是以紅瓦屋頂為主調，高聳的聖羅倫斯與聖塞巴德教堂的雙塔是城市鮮明的天際線。這種由紅瓦屋頂、尖塔與石牆構成的景觀，是紐倫堡最典型的城市風貌。那從中世紀開始這裡就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他下榻的地方，而我們現在看到的，就是幾百年前皇帝抵達時看到的美麗風景。紐倫堡城堡有幾個參觀重點，第一個是城堡庭院跟塔樓，第二個是皇帝廳，它是當年皇帝接待貴族、開會跟舉辦宴會的重要場所。第三個是深井，這口井建於11世紀井深約50公尺。那一旦遇到戰爭或被圍城這口井就是唯一的水源，對城堡的存亡至關重要。哇哦！另一個參觀重點就是建於13世紀的新威爾圓塔塔樓。買票進入後，要先爬一段樓梯才能登上塔頂。這是紐倫堡城堡最顯眼的圓形防禦塔，
名字 Sennweiler 在中古德語裡面有圓形的意思。登頂後可以俯瞰整個城堡，也可以欣賞紐倫堡老城的全景。高聳的教堂尖塔錯綜複雜又風格協調，仿佛來到中世紀的城市。晚餐來到一家擁有近400年歷史的精心餐廳。餐廳的建築是一棟典型的德國木金屋。我們選擇在戶外用餐比較涼快。然後招牌菜是紐倫堡的烤香腸，通常一份有6條、8條或12條。那副餐會搭配酸菜或者是馬鈴薯沙拉，以及德國麵包。這個德國香腸是用山毛櫸的木炭，然後炭火現烤的。非常的好吃，而且它很有香气。然後这道是烤牛肉，它也是用炙烤的方式，很香哦。這家很值得來吃。吃完晚餐，沿着紐倫堡城牆散步回飯店。城牆內是老城區，城牆外則是新城區。古城牆厚實的拱門一個接一個延伸出去。每一個拱形的開口都是中世紀留下的城防結構，那這些拱門如今成了地鐵的出入口。這是紐倫堡的地鐵站跟城牆，然後這邊就是地鐵站。你有看過這麼漂亮的地鐵站嗎？從飯店旁的公益廣場入口，就可以直接穿越走到紐倫堡中央車站。我們住的就是這一棟，然後等下從這邊出來以後，就直接來到紐倫堡中央車站。等一下要去裡面的超市買東西，它開到10點。那我們紐倫堡的介紹就到這邊，接下來要前往班貝格以及德國童話小鎮羅滕堡。歡迎繼續收看，訂閱、開啟小鈴鐺、按讚並分享哦，謝謝。我覺得這是世界上最美的藥局，我要進去嘍。